我们歇一会儿吧。哎呀，我现在也挺好的，我现在也睡不着。那我先睡半个小时。你先睡吧。这个也扛不住了。这才熬第一个夜，明天晚上还编片子呢，还得熬第2个夜。我天！哦，哎呦，来了！这是啥？这是啥车？哎呦，真蹲到了。现在是半夜的3点35分，在我们面前来了一辆装潢车。好像是。他是这边在卸货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看到他拿2袋东西下车，去到了那个3轮车的位置。哦，笼子里面应该已经有东西了。这是啥？这是啥？哎呦，活的！在动，在动，在动，在动！鸡！有在动，我看到了。看到了。有。再拍个视频。给我。再视频，太亮。把那个时间我拍一下。现在是半夜3点41分，我们现在初步判断，对面的那辆3轮车内是有活禽。我看一下，看到吧？我看见。看到了。神探，哇，动了。拍到了，走，出发。我们对，检查设备。然后一定要看时间，等会展示时间，就是我们把现场抓住，哪怕他把机转移了，我们要有预案，好吗？可以。然后你把你的手机亮度先调低。走啊！走。现在去拍3轮车。这真的有风险啊！现在是半夜的3点46分，我们来到了爆料者所指出的那一辆3轮车旁。我要打开了吗？确实有叫声啊！哇，真的有！对，有。咕。哦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辆3轮车内现在是有活禽在里边的。哦，厉害了，朗子！数量大概有10只左右。好臭！天哪！现场有非常重的鸡的排泄物的味道。现在是半夜的3点47分，下午购买生鲜的地方。再次来到了这辆3轮车旁。朗子，你在这个地方，大概就是再拍一下，说这个笼就是，我现在被动过是吗？不是，别动，别看，别拍。不是，就是你就说在距离它大概5米的距离都能闻到非常重的鸡臭味儿、异味儿。在距离这辆3轮车5米的位置，我们已经能够闻到非常重的鸡的排泄物的味道。好，我觉得可以了，我们不能再去了，走吧。可以，我们检查一下。紧张，心里绷着。快来，那边好像有人了。啊，太好了，他终于来了，还好来了。真的不服我们等了那么久。我们现在记录的画面，明显是能看到它有动过的，而且是有鸡在里面。而且我们给出了非常直接的时间点。
没得跑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接下来要拍什么东西？拍一下他打鸣。天要亮了。现在是上午的5点11分，再除以7了。快，快拍！来了，哦，好嘞。你觉得我们要不要这会儿就去问一下？太早了。要不这样，我们也不用直接去，就是我们这不是有个家卖土猪肉的吗？我们就可以先从这家问，我们问说这附近哪里有卖鸡肉的，然后我们再走到那边去。对，我们先套他的话。然后如果我们刚好能赶上他那边正在杀鸡，其实就完美。走吗？走吧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可以去问一下嘛，对吧？我感觉我状态越来越困了。我也是。你好，有人吗？哎，老板，咱们这是啥肉啊？都猪肉。有猪肉。咱这周围有没有卖鸡肉的？想吃鸡。卖鸡的对吧？对面。对面有卖鸡的吗？对，活鸡，对，哎。哦，付过了，谢谢啊。稍等，准备一下。没啥准备，走吧。哎呦，啊，来了。老板，咱们这边有卖鸡肉的，是不？我听对面说。卖活鸡。活鸡有吗？有啊，老板。现杀的吗？这么新鲜？当然了。啊。那啥，那鸽子。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早就起床了？得上班啊，先买菜。可以呀，雨佳，适合做这个暗访。哇！要炒了吃的吗？炒了吃，烧了吃，就这个。这一鸡只咋卖啊？现杀吗？这个是。25块一斤一块。25块一斤，这一只能有多少斤2斤多一点。2斤多一点。这是你们从市场拿过来的吧？哪里市场有？这是小的吗？都小路生意没有市场的，这个都是偷偷摸摸卖的，那批发也批不到呀。还挺活泼的，这啥时候运过来的？我都跟你说了是早晨刚到的，我早上刚到。新鲜的啊，不是昨天的。那我们给我们选一只炒的吧。但是你是要直接现给我们做吗？给你杀过就行了。哎，现在就杀。我现杀。我扔个垃圾给他。这是要红烧是吧？炒了吃，烧了吃。我看着我都害怕。哇！不行，我看不了。小心。No。雨佳真松弛，真不错。好了，事实完整了。拿到了，完这个真的闭环。证据链太完整了。哎，这是啥？这是鸽子吗？真不错，还扩展了。我没注意到。哦，他是不是那个做那种烧那种什么？鸽子是乳鸽吧？丑不丑？多少钱那个鸡？多少钱，老板？59，少60吧。行，以后经常来。这给人一锅端了，还多给1块。你们是每天早上都要去进啊？猪肝买点辣椒，鸡买红烧、炒、清蒸都可以。那你们这鸡每天都能卖完吗？我看有好多。你们这个老板他卖鸡的。哦，您是卖鸡的？我们2家的。哦，这是2家呀。我的贩子他卖鸡的。哦。我是卖这块的。卖这种活鸡应该生意很好吧？这个是在杀。小姑娘，你在哪里上班的？我们在我们在陆家嘴那边上班。小姑娘，你在哪里上班的？我们在陆家嘴那边一个金融上班的。什么东西啊？金融公司。租房子在这里这么远？因为贵嘛。住在哪个小区啊？就是这个，就在对面。就这个
大门进去的。啊，对，我们就在住这对面，最近装修了，你没看门头？最后别让老板娘给仿了。哦，老板已经，我感觉行。哦，这样，行。你老家什么地方人？我是陕西的。山西。小姑娘，新疆的。没有，你猜他是哪儿的？我没猜不出来，他没说几句话。他是 Hong Kong 香港的。哪里的？香港。你老公香港的？我们在一个地方上大学。你大学什么大学？中传的。中国传媒大学。哇天你哪！传媒大学怎么学的金融？应该要到什么新闻机构传媒啊？就是也干过，但是就是一个是工资低嘛，也不好做，我们就想着转一转。就这样，好吧？可以。该应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离开家之后，好久没有见过走地鸡。但是刚刚没猜到你是香港人。往前走，我们不要直接过去，他们肯定盯着我们，肯定盯着我们看。好啊。别看他们，我们就往前走。我们从另外一个门绕出去吧。刺激呀！还敢说自己是中传的？因为他第一时间跳不出来学金融的哪些学校。对，如果是换成那个林蔚的话，肯定脱口而出了就。对，人真学金融的。不错。你们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？雨佳有没有你中传大师姐的风范？太有了，全程 hold 住。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。是陆家嘴金融人。对，陆家嘴金融人。他们整个的表现，全林老师看起来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，就对于新进入这个行业的新闻人来说，民生新闻最难的就是核实事实的部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他们在一条并不清晰的线索后面，那真是现场有神明啊。到现场，然后把证据拿到手，就是有送货的，有卖货的，对吧？然后有证明啊，对面的商家说卖鸡的在那边，哇，然后有鸡，有售卖的过程，有宰杀的过程，证据链完整啊，哇！你现在肯定抓到了，叫做他违规售卖活禽，这个是肯定很扎实了。这个不容易，这算是及格还是高分？我觉得至少一个清晰的核心内核是完整了。你说第二层的它带来的影响，他们不是要去城管举报？你看城管来了啥状态？该明线的是明线，该暗线的暗线，你就能看见了。我天哪！我没想到，这个东西拍出了一种警匪卧底大片的那种。这确实就是它就是暗访了，对，就是暗访了大片儿，然后俩人。整的挺惊心动魄的，反正是看的挺惊心动魄的。而且很真实。我们之前还有担心有机器如果近距离跟拍会不会暴露身份，基本上都没有。非常有经验。我的天，这也太厉害了。所以，哎呦，这一组很有可能在这4条里要领先了，脱颖而出。它鲜活，有暗访的东西都很鲜活。那个镜头一出来，那个味儿就来了。这就是观众爱看的那个部分。我先默默的给他加一票，默默加一票。这可能还要等他的新闻稿件出来，再看他们最后制作整个新闻片。然后在过程中，他们还提到了一点，就是鲁豫老师当时讲的那个小细节，说有一个不知道是2元还是10元的，给底层来提供一些遮风避雨的小场所，但因为片子的播出，一方也取缔了。其实这里面程朗在中间一度也稍有于心不忍，他也看到老板其实也是谋生。对。所以这个有很多时候这种尺度怎么拿捏、怎么把握，这也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啊。是，其实这是新闻人一直要面对的一个困境。你有的时候，在一个新闻事件面前的时候，你就得问自己说，我在扮演什么角色？我除了把事实展现出来之外，我正在推动这件事情朝哪个方向变化？它会影响谁？然后就会呈现出该做或者不该做的事情。那其实，我们平时在记者的训练当中，我们会让大家分辨一件事情，就叫做有些事情违规，但是它合乎人情。那么合乎人情的地方，是否影响到了一些人的基础安全问题？比如说，如果是2元或者10元的旅店，对吧？要在这里面生活生存的人，
他们是不是离开了这个地方就没有地方住了？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底层的生存和安全的问题。那在这个基础上，卫生稍微有点问题，是不是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？所以新闻人在自己心里要做这种，他得有那杆秤。然后我真的遇到过比这个就难得多的，我们就在办公室吵架。就我永远记得那件事儿，03年的时候有一场大火，就发生在衡阳。然后那个大厦叫衡州大厦，我一直记得。然后消防队员就进去救火，然后救着救着，突然那个大厦就塌了，里头有20名消防官兵因此牺牲。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拿到了20个消防官兵的名字。那从新闻的及时性来说，我们其实是要公布这些在消防的一线牺牲的官兵的名字的，因为他们是英雄，他们值得被记住。更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我们在现场的记者非常明确的能够推断出，这个不是现场的指挥消防的这件事情发生了决策的错误，它不是。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这栋楼会在这样的火情底下会塌。它不该塌，但是它塌了，它是导致消防官兵牺牲的元凶。所以你报得越早，其实这件事情被捂住的可能性就越小。这是我们特别想改变的一个事实。你听到这儿，你都觉得说你第一时间拿到了消防官兵的名字，你就是要报的。那我们想到了一件事儿，就是你知道03年手机没有那么普及，所以其实通知每一个牺牲的官兵的家属是没有那么及时的。很难想象，说，如果你有一个孩子在干消防，他的牺牲你是在新闻里看见的，就第一下是在新闻里看见的，人父母怎么过？我们当时就在讨论一件事儿，叫我们要不要等几个小时，就等着通知到他们父母之后，我们再报。所以我们是应该更及时的做一件有意义的，让英雄得到他们应得的致敬，让这件事情的责任人更有机会被摁到桌面上来被追究。还是要讨论在这一刻，这些牺牲的官兵的父母该怎么办？他们应该先从哪儿听到？太难了。我们后来等了大概不到3个小时吧，然后等到前方消防告诉我们说，所有的家属他们都派工作人员去现场，我通知到了，好，我们才报。3个小时，也还是等了等3个小时时间。这里也没有对错，其实这是2个。我觉得但求心安吧。哲仁老师，那最后是等了3个小时报道，那人抓了吗？抓了，判了刑。那就是最好的。对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其实就新闻伦理这件事情，就我们现在像在听案例哈，但事实上在真实的新闻场景里，它就是时常会让我们问自己，然后会在办公室里吵架的事情。我觉得那个当记者有一句话，就《论语》里有一句话叫做“内省不究，夫何忧何惧”。所以你得扪心自问，你觉得良心上过得去，这事儿就不值得忧惧。但你良心上你要是过不去呢，你就很难坚持这条路。因为你绝不是做这一件事儿，明天还有，后天还有，大后天还有。我觉得他们在车里的那个讨论特别宝贵。雨佳其实说你是可以同情他，对吧？对他来说是一份营生，但是他是不是影响了更多的人？就是你违规的卖活禽，本来出这个规定不让卖，就是为了防止禽流感的，你是不是增加了禽流感流行的风险？对吧？是的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觉得
这个新闻其实没有那么难抉择，但是我完全能理解，对于程朗来说，因为他刚干这行，对，刚干这行的时候，内心说：“哎呦，夺人饭碗。”对，总有不忍。总有不忍。对。之前我们读书的时候，老师说，就做新闻，理性、中立、客观，甚至得有点冰冷，单纯呈现事实，不做道德判断。因为每个人在里面每一条道德判断都有他的理由，所以我们只呈现事实就好了。那接下来这几组在真实的新闻采访过程中，还会遇到怎样奇葩的故事？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段 VCR。